朋友們，大家好。一直以來，我們好像都深信西方所謂的契約精神，直到特朗普上台，也直到9月29日，也就是9月底的時候，荷蘭作為國家暴力搶奪安氏半導體。原來我們也深信西方所謂的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，对吧？我們原來肯定是深信不疑的。可是呢，最近在德國發生一件这樣的事，也刷新了我的三觀。我相信很多中國人聽到之後，以為是笑話，以為是天方夜譚，不會相信。但是這就是真的。在德國東南部有個州叫巴伐利亞州，它的首府叫慕尼黑。慕尼黑有4個房東，出於各種原因他們有房，但是他們房屋的控制超過3個月，也就是3個月內他們的房屋沒有租出去，於是被慕尼黑市政府，被他們當地的市政府開出了天價罰單23萬歐元，折合成人民幣190萬。有一個房東被罰款2萬2千歐元，另一個房東被罰款1萬歐元，還有一個房東被罰款3萬5千歐元。第4個房東，由於他在一棟樓裡有4套房，而且他的房呢控制超過2年，於是得到慕尼黑政府天價罰單16.4萬歐元，折合人民幣136萬。注意這是罰款。如果我不看新聞，我還是不相信。如果我聽人家告訴我的，我覺得那個人可能是騙我。因為在我們的理解當中我自己花了錢買的房子，我租給誰是我自己的事，是我自己的自由，对不对？你市政府有什麼權管我的私有財產？我的房子租給誰？關你屁事對不對？這是我們普通，我相信每個中國人會想到的。就是說我的房子租給張三或者租給李四是完全我自己的決定，我自己的自由，对吧？我不租也是我自己的自由，我就是讓它空着，你能拿我怎麼辦？至少在中國肯定是這樣的想法。可是呢，這個想法在德國行不通。有的網友問我在德國有沒有這樣的事，於是我就去看新聞，確有其事。而且慕尼黑市政府這樣做是有法可依的真的有這樣的法律。你看我在德國真的30年了，我都沒想到德國有這種變態的法律。因為我自己是房東，我就認為這個法律是變態。那麼既然是有法可依，它是基於哪一條法律呢？於是呢，我也去做了功課。如果沒錯的話，是基於這樣一條法律，德國基本法第14條，也就是德國憲法，它有這樣一個條文，在德國的房東，不管你是外國人也好，還是德國人也好，反正你在德國是做房東的話，有一項所謂的財產權包含義務。這詞聽起來特別拗口它的意思是財產所有者，也就是在這裡所謂的房東，並非可以不受限制的支配他的財產，也就是說他不可以不受限制的支配他自己那套出租房，而必須以不損害公共利益的方式加以利用，並且最好能為公共利益做出貢獻。就是說我自己花錢，我辛辛苦苦一分一分錢的把它積攢起來，然後呢，我付了首付，我貸了款，我買了一套房，就是完全是我自己的風險但是我不能由我的自己的意志去支配，而必須聽從於，比如說我在科隆，我要听从于科隆市政府的安排，他叫我租給誰，我得租給誰，是這個意思嗎？就是我的房子不能控制超過3個月，否則我也會收到比如說科隆市政府的罰款。我自己花我自己的錢，我承擔所有100%的那個風險，然後呢，我還要為所謂的公共利益做出貢獻，這真是天下奇聞。但是朋友們，這確有其事，是德國基本法第14條。真的朋友們，這點讓我毀三觀。我沒見到這條新聞的話，我真的不相信德國有這種事情發生。但是呢，這就是有法可依的，也就是說慕尼黑市政府開出這天價的罰單是合法的。另外朋友們，德國還有很多其他奇葩的規定，比如說不能像中國、巴西很多國家那樣，不能把自己的房子當民宿一樣短租出去，這麼做也是違法的。據說在德國，只有新建好的房子或者新翻修的房子，然後呢要全部精裝修，買好家具，然後呢往外租，
就是帶家具往外租。據說像這種呢，比如說按月租啊，像這種是合法的。而這種房子，目前大家在德國的人，特別是你們刚來德國留學的工作的人，你们看，在那個德國最大的網站 Immobilien Scout 24.de 上面，你們可以看到啊，像這樣的房子就是帶家具出租的天價。比如說吧，一套25平米左右，25平米不是很大，他可能比如說在慕尼黑帶家具的会一個月1500歐元，肯定有人這樣往外租。不信的話，你們自己去看看。柏林啊，什麼法蘭克福啊，甚至可能科隆也有類似這種出租的房子，就是帶家具特別貴，普通德國人根本就沒有那個能力可以租得起。但是這種呢是合法的，是不是很奇葩？還有在科隆啊，你想把你的房短租出去是非法的啊，你必須先在政府那裡登記，然後呢獲得政府的批准才能夠往外租。而且比如說每年你不能出租超過90天，如果是學生不能出租超過180天，如果你擅自往外租，最高罰款，你們想想看，如果是你隨便把你的房子作為民宿往外租，面臨的罰款最高，你們想想看多少錢？如果我告訴你，可能你會膽都嚇破了，高達50萬歐元，也就是高達400萬人民幣。對呀，最高罰款可以到50萬歐元，具體多少我也不知道，是不是市政府他們有一個所謂那個價值，然後呢有個表格，出租了多少天罰款多少，出租了多少天又罰款多少，反正最高就是50萬歐元，400萬人民幣。看到之後我膽都嚇破了。有的人可能以為我是造謠啊，我絕對沒有造謠，我做所有的節目是基於我了解的事實。然後大家可以看到，這是德國官方網站的報道啊，官方的報道，罰款在科隆啊，短租房罰款50萬歐元，也就是人民幣400萬或者400多萬。朋友們，其實我在做咱們頻道之前，我做那個 YouTube 博主之前，我做過民宿，還做過幾年。後來就是由於這個原因，我不能再合法往外租了，非法化了。就是說我不能把我的那個房子短租出去了。於是呢，我不得不終止我在德國那個出租民宿的這個業務，就是這個原因。我其實也是受害者之一。你們說，在德國像這種自由都沒有，是不是也是毀你們三觀呢？還有在德國，你不能隨便，比如說我有一輛車，我想去開網約車，也是不行的啊。德國目前呢，網約車據我所知只有優步，而且不是全德國，只是某些城市，比如說在科隆啊，或者是法蘭克福有，而且是最近才有的，原來是非法的。也就是說，其實呢，在德國很多情況下，每一個產業都有非常強大的遊說集團、遊說勢力，比如說酒店業，它有遊說勢力，所以呢，把比如說科隆這個短租這個民宿非法化，出租車也一樣，也是一個利潤非常豐厚的一個業務，所以呢，在這裡呢，這個市場的保護、市場的門檻非常的高，不讓你開網約車，就這樣。就是在德國啊，你想創業有非常多的法律條條框框，非常多的門檻，讓你動彈不得。絕大部分在德國的人沒有這創業精神，因為太麻煩了，一不小心就觸犯法律，所以乾脆還是當職員算了。當職員呢，還有比如說帶薪假至少有24天，一般公司會給你30天帶薪的。從明年開始又提高最低工資了。本來德國它的經濟一年跟着萎縮，你看你又提高最低工資，你叫人家當老闆的怎麼能夠賺錢呢？老闆虧本，那肯定是裁員啊。所以你看，特別是俄烏危機發生以來吧，一年比一年破產的那個企業創新高，很多企業跑路出走，一般不是去美國就是去中國，大部分呢都是去這2個最主要的国家。你看，德國大眾裁員，德國博士裁員，德國蒂森克魯伯也裁員，等等，保時捷也在裁員，反正德國大大小小的企業都在裁員。今年2025年又是德國企業破產創新高的一年。我2022年、2023年做節目的時候就說了，
就是由於德國這錯誤的政策跟着美國走，相當於自廢武功，自己砍掉自己一條腿。當時我就說了，德國企業肯定是破產創新高。你看我這烏鴉嘴又說中了。我自己的房子我不能決定我租給誰，對吧？我一定要3個月之內租出去，否則就會遭遇市政府天價罰款。朋友們，這個理我找誰說去？你們說吧。反正我是不服氣的啊。雖然那個德國基本法有這個法律，但是這個法律是真的好的法律嗎？還是一條惡法？我能夠理解為什麼各地的德國市政府會這麼做，因為在德國，由於德國錯誤的政策，過度保護租客，還有越來越多的建築方面的法律法規，然後呢，每個人都有權反對。在這裡我延伸一點，我們有另一套房呢，在科隆另一個區。當時我們買房子的時候，就聽那個中介說了啊，科隆市政府計劃在我們那棟樓前面，現在是作為那個公共停車場用。他說這個公共停車場，科隆市政府呢計劃今後變成一塊綠地，一個公共的小公園。他說，如果是實現的話，今後呢對你們的房子的升值肯定是有用的。當然呢，當時我們也沒有特別去關心這個。到現在為止，我們買房已經買了8年了，沒有任何一點動靜啊，還是那樣，還是那個公共停車場。我的德國伴侶去了解了。到現在為止，就是這個小小的大概100平方米到150平方米左右一塊小小的停車場，一塊要變成綠地。科隆市政府計劃了12年，還沒有把它變成一塊綠地。我的老奶奶呀，像這個做計劃12年，就表明德國人辦事效率有多低。然後呢，法律法規太多了，剛才說了啊。然後呢，過度保護租客。有多過度呢？有多變態？我告訴你吧，作為房東啊，如果你不小心沒有注意啊，就把你的房子呢租給某一個單身母親了，然後呢，他有一個小孩或者2個小孩，反正他有小孩，你把你的房子租給他，他交了1個2個月房租之後，他突然不交了，啊，你作為房東啊，就覺得哎呀，這個單身母親不容易。那如果是他沒錢，他跟我說這個月交不起，那就下個月吧。作為房東肯定是這樣想，對吧？可是第2個月、第3個月、第4個月一直不交，也就是當老賴。這個情況下，在中國，即使在美國也可以趕出去的，對不對？可是，在德國就不同。據說在歐洲一些其他國家也一樣，就是趕不出去。為什麼？他是弱勢群體呀，他是單身母親啊，還帶着小孩，所以德國法律說，對不起啊，你是房東，你是強勢群體。那你要照顧弱勢群體。你看德國的法律就那麼操蛋啊，就是把政府把國家本來应該做的事情轉嫁給他的公民，在這裡就轉嫁給房東，由房東來承擔這個風險。你再請律師也趕不出去，因為你贏不了那條法律，那條法律就是保護租客的。這只是一個例子啊，像這樣的例子還很多。所以久而久之，因為這個法律，這租房的法律啊，過度保護租客，導致了很多房東不敢輕易把他們的房子租出去。所以我認為啊，就是慕尼黑這4個房東，他花那麼久時間，3個月沒有租出去，很可能就是這個原因，不敢輕易往外租。如果一租了，就怕遇到老賴，遇到老賴你又趕不走他，有很多這種血淚教訓。就是說，那個租客本來就好好的交了幾個月房租了，突然就不交了。然後就趕不走他，然後呢，這個房東要花錢請律師，花了幾千歐元、上萬歐元請律師，還趕不走他，或者贏了那個官司，但是那個老賴就不搬出去，或者那個老賴就不付那個房租，那你也拿他沒辦法。這樣人家房東弄了幾年就精神崩潰了啊，花了錢請律師，另外呢，那個房租也收不上來，是不是人财兩空？那個老賴繼續好好的住在裡面，悠閒自得。德國的法律就那麼操蛋，原来我也不知道，我是當了房東之後才知道的。就是所有這些政府啊，還有從法律層面的這種騷操作，才導致了一個是德國的房東不敢輕易把他們的房子租出去，第二個就是建築公司
因為法律條款太多，所以導致它的建築成本飆升，所以就不值得建房了唄。從國外來的所謂難民啊，還有烏克蘭的人呢，來德國越來越多，還有歐盟的一些年輕人也想來德國打工，湧來德國人越來越多，是不是市場上找房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呢？然後同時呢，新建的房子幾乎沒有，有房子的那個房東他也不敢輕易租出去，導致了雪上加霜。想租房的人租不到，有房的房東又不敢輕易往外放，就是這樣的兩難局面。這個各地的市政府因為自己的政策失敗，然後呢又把這個風險轉嫁給房東，強迫房東3個月之內一定要把他們自己的私有財產，也就是房子租出去，否則我作為市政府就罰你的款，罰款沒商量。你看，這就是所謂德國這個民主國家的騷操作呀，強迫房東幹他不願幹的事情，而且這是房東的私有財產，但是他不能自由支配，這點真的讓我今天非常的生氣。但是這就是德國現實呀，你們作為租客當然歡迎了，對吧？但是我們作為房東，我肯定是反對的。所以呢，就看你站在什麼立場，然後你是支持還是反對這種政策。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，通過這個罰款，絕對會給全德國那個房東起一個非常大那個警示作用，也給德國這個房產市場、出租這市場也起了一個非常壞的作用。那麼今後可能更多的房東不想再做房東了，那我就把我的房子拋掉，以後我也一樣，我也當房客。建築商也不想，也不敢建房，也不想往外租了，絕对会導致德國這個房產市場還有租房的市場又雪上加霜。這不是我聳人聽聞啊，肯定會有這樣的結果。我覺得這是一項非常壞的法律，非常失敗的法律。而各地市政府以罰款強迫自己的公民去這樣做，相當於勒索，相當於半沒收私人的財產。你們覺得這樣過分嗎？反正我覺得不可思議，太過分了，我非常的氣憤。剛才我口述的就是德國媒體大概的報道。好的，朋友們，你們相信嗎？我剛才說的，但是這就是真正在德國發生的事情。那你們是不是三觀盡毀了呢？對德國法律，對德國所謂的自由，对德國所謂的保護私有財產，你們怎麼看？請在下面留言。好的，感謝大家，那我們下期見。